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英文原版书的呢？是2013年我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坚持每年读10几本英文原版的课外书，不算那些教材哈。到了大3的时候，我的词汇量差不多就达到了24000。我第一次裸考托福就考到了104分。等到第6年的时候，我已经在香港的百年英文报社工作了。那个时候的词汇量已经达到了3万左右，实现了听说读写的自由。现在是2024年，已经11年过去了，时间过得超快啊！我的英文阅读速度和我的中文阅读速度差不多。我现在读一本大概200-300页的英文畅销书啊，每天读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差不多1周就能读完。所以今天呢，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样从入门英文原版书到现在能够通读各类的英文原版书的。这个中间经历了什么，采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全部分享给大家。给大家2个入门的方式建议啊，一种是 easy 模式，一种是 hard 模式，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性格，喜欢什么样的学习方式。先说 easy 模式吧，这种模式更适合那种比较怕难的同学，希望循序渐进，不希望有强烈的痛感，而是说轻微的一点点的疼痛能够忍受的。你可以模仿外国小宝宝的成长路径，从最简单的英文绘本开始看，积累了一些词汇之后，再增加难度去看一些儿童文学，然后再看一些青少年文学，然后再慢慢过渡到成年人的非虚构的作品。那么这个过程中呢，你也可以直接采取那些已经给你归纳好的分级阅读的书籍，各大出版社都有的，从最简单的什么 Level 1一直到 Level 10。怎么样确认这个书是符合你现在的阅读能力的呢？你就随便找一个 level， 先挑出一本，翻开随便的1-2页读一下，看一看每页的生词数量是不是少于5个。如果少于5个，说明是符合你的难度的。如果大概有10几个、20个，那可能太难了。如果这个 level 不合适呢，你就再降级一下。如果 level 感觉简单了，你就再升级1级。每天查个3-4个单词，然后累积起来，读个几年之后，你会发现你在分级阅读上面的等级会慢慢的增加。那另一种模式呢，就叫做 hard 模式，也是我最初的时候所采取的方式。那这种模式啊，前面会有一阵强烈的短痛，但是后面呢会越来越爽，比较适合那种像我一样喜欢在学习上找虐的同学。我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就直接拿起了一本美国高中生都必读的经典文学，叫做 To Kill a Mockingbird 杀死一只知更鸟。那个读起来真的是头都大了，我都是一页一页去查单词的，抄到我的笔记本当中，读的速度很慢，很吃力，而且很容易走神。因为你没有接触过英文原版阅读的时候，你的大脑啊，它就是会有一个 filter effect 过滤效应，所有东西都不入脑，你的大脑是非常排斥的。这就好像吃饭吧，你可能到了一个新的国家，尝试了一种新的餐饮，但是你那刚开始吃的时候，那种味道那种香料你根本就不适应，所以你可能吃不太进去。但是一旦你习惯了以后啊，慢慢的就顺畅起来了。那读书也是这个过程。那时候每天大概会抄写个30-40个单词，每天记住个20个左右。第一天20个，第2天再复习这20个，另外再学10几个单词。第3天呢，再复习前面的这个单词，再学几个新的单词。第4天以此类推，能够长期记忆住的单词，平均每天可能也就15个到20个最多了。但是1年累积下来，你算一下。所以第2年的时候，我基本上去图书馆找各种各样新的书，我只要感兴趣的话题，我就随便拿一本，管它难不难，拿起来就啃。读了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娱乐至死，还有乌合之众，还有越南战争当中的一些故事，还有一些什么粮食战争，所以这些都偏学术性，非常晦涩难懂，但是没关系，我就啃，使劲啃，把一个单词都查了。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发现越来越轻松了。那么2年下来，到大3的时候啊，我的词汇量很自然而然的就破了2万多了。到我大4的时候，我基本上想读什么就读什么了，大概是没什么障碍的。偶尔会碰到一些特别难的词，还是会去查一下。后来再读的顺畅的就是我去留学，然后再是去新闻媒体里面做英文记者的工作，然后让自己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再上了一个台阶。像我这种 hard 模式啊，其实最开始的那几个月是比较痛苦的，到了半年、1年的时候，其实就越来越舒服了。后面是一种直线上升的，有一种强烈的快感的，就像飙车一样，从20码开到了80码、100码上高速了，很爽。所以呢，如果你是喜欢挑战的同学，韧性比较强的话，你可以采取这个 hard 模式。如果你是怕疼的同学，我建议可以从 easy 模式慢慢来。当然
然这个是因人而异的，看你个人的追求。我给大家看一下通常的读物所需要的词汇量，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是怎么样定目标的。对于青少年读物呢，你大概有个3000到5000个词汇，基本上就可以应对了，也就是我们现在的4、6级以及考研英语的词汇量的水平。如果你想要读一些成年人的读物，读英文的报纸、杂志、成年人的小说，还有市面上的通俗畅销说，1万左右的词汇量是需要的。进一步呢，就是成年人的非虚构书籍以及经典的文学，需要你的词汇量达到15000到2万左右。什么是非虚构书籍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正史哲、心理学、经济学、科技、医学这类偏论述型的干货的书籍。再往上的话，就是少数人会走的路了。If you really want to become smart nerds， 搞学术读博士的话，那你的词汇量起码要2到3万。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根据自己的情况个性化定制一下。那么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时是怎么定目标的。我在不同的阶段呢，其实也对我的目标进行了调整。我最初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我希望我在毕业之前能够达到英语母语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本科生的读写水平和词汇量。那么他们的平均词汇量差不多是2.3万，所以我当时毕业之前也已经达到了。我出国读书的时候发现啊，那其实外国人的阅读能力啊也是参差不齐的，不是说上过大学他的读写能力一定就好的，学渣和学霸之间的阅读能力差别是非常大的。我就开始调高自己的目标，向那些专业的年轻记者以及年轻的学者、年轻的教授去看齐。然后后来工作的时候发现这个目标可能又定低了，我还得再调高一些，可能向年纪更大的、更成熟的思想者、知识分子的读写能力去看齐。当然呢，大多数人不用像我这样死磕啊，我是出于热爱，是真的喜欢，把它当做人生使命一样的去读。但是大多数人呢，应对平时的生活啊、工作啊、学业啊，基本上能读懂畅销书，能读懂常见的一些学术的文章就足够用了。有的小伙伴就会问了，那你这么变态的读这些幼儿园版书干嘛呢？有什么好处的？那对我来说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功利性的和非功利性的都有。那第一个呢，当然是工具性的需求和好处啦。要知道英文呢，仍然在全球是一个科技、商业、娱乐、学术方面的通用语言，所以你要获得这些前沿的讯息的话，你肯定要从源头的语言去找。你等中文版的翻译过来，等中文的译本出来，那已经来不及了，你已经在信息的下游了。我的学习和工作呢，都是跟信息差有关联的。像我做媒体的时候，要打造一些英文的文章的爆款，那肯定是要看中文和英文当中的不同的语境比较一下，中间找到一个 gap。那做市场运营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你要看国内的市场、国外的市场有什么区别，然后有哪些东西是有交集的，你可以打造出一款不错的产品。像我现在做自媒体也是一样的，我需要从不同的语境当中去获取灵感。当我2种语言都精通的时候，那火花就来了。那第二个方面呢，当然是心理方面的奖励了。人嘛，总有几个方面的欲望特别旺盛嘛。如果有一天不读书，我就浑身硌得慌。就像鸟儿，如果它不去飞，它也觉得硌得慌；鱼儿不去游泳，也觉得很难受。你只有做自己想做的，天赋里面本来带的东西，你才会觉得很舒坦，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心理上的一种驱动。那么第3个方面的好处就是人生方面的收获，因为你的直接经验和你的间接经验能够非常良好的相互补充，为你答疑解惑。咱们知道一个人一生其实能接触到的讯息、接触到的圈子、接触到的思想是非常有限的。如果只靠直接的朋友圈，有一个人类学家叫 Dunbar， 他做了一项统计，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能够维持的关系大概是150个。那么去除掉那些不太亲密的人啊，核心的朋友圈大概就10几个人，再核心一点可能就快没了，就5、6个人。你如果要接触到圈子之外的人以及他们的思想，你跟他们聊到这么深层次的程度，人家掏心窝子去分享自己的人生见解和自己的商业模式，甚至是自己一路走来的坎坎坷坷和一些经历啊，你是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以及一些运气的成分才能做到的。当然你线下也可以找到这些大智慧的人去跟他们面谈，跟他们采访一下，但是读书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补充，因为你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就相当于和一个人进行了一次深层次的采访，把他一生的经历都可以提取出来。
不管是深层次的采访交流还是读书，都有一个很 amazing 的地方，就是别人不经意之间分享的一个思想，可能恰好是你人生当下的某一个卡点，他一说你感觉就明白了，一下子醍醐灌顶，就知道自己的人生应该怎么样去铺路了，找到了一个方向。这个时候如果你中文英文双语都通的话，那你的这个思想库存就非常非常大了。你不光能汲取咱们中华的各种精髓文化，你还能把西方的以及不同文化当中不同种族人的一些经历和方法和经验都融汇到你的人生当中，那你能接触到的思想者是非常非常广的，那你的人生路子会越走越宽，灵感也会更多，起码在心理上就会变得更通透更舒畅。我呢，其实从2017年到现在，每3个月都会分享一次我所阅读过的中文的、英文的各种各样的书，在我的公众号上面有最全的记录，大家可以翻一下，可以找一下你喜欢的类型，挑一些自己来读一读。那另外呢，我近期也开始做一个系列的新的视频，叫做冰雹讲书。我最近读到一些好玩的英文原版书，也会给大家讲出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也想尝试读英文原版书的话，也不要害怕困难，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慢慢的一步一步坚持，每天读个几页，不求多，就像吃饭一样，每天吃一点点健康的食物，这个来一点，那个来一点，等到过几个月过几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健康的食物都长在你的身上，从你的精气神和你的皮肤当中都能显现出来。那读书也是一样的，在当下的每一天，你可能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进步，但是几年过去了，当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哦，原来我已经穿越了千山万岭，那这种成就感是非常强的。好啦，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肚子饿了要吃饭了呢？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I hope you enjoy the video. 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